近1個月來呢，中朝兩國進行了3次高規格的密集互訪，速度之快，層次之高，打破了過去10幾年來的外交慣例，整個互動鏈條十分清楚。6月份最高級別的國家事務的訪問定調，7月上旬，朝鮮內閣總理朴泰成率領代表團到中國達成共識，然後在7月中旬，中國黨政代表团赴朝之後落實執行，形成了高層定調、雙方共識代表团推進的完整合作閉環。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6月9號啊，中國最高領導人呢在對朝鮮進行國事訪問的時候呢，特意去參觀了中朝友誼塔，並且呢，朝鮮最高領導人呢全程陪同。兩國最高領導人一致認為，上個世紀50年代一起戰鬥的日子是雙方永遠的歷史記憶，要共同維護好志願軍烈士紀念設施，使得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呢發揚光大。此次高層互動為以後的合作奠定了基礎。7月10號到12號呢，朝鮮內閣總理朴泰成率領黨政代表团訪問中國，參加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65周年紀念活動，並就各領域合作進行了深入的交流，達成了多項的共識。朴泰成呢剛離開北京之後，7月14號，中方就表示，中方高層呢將會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团呢於7月15號到17號訪問朝鮮，前後腳銜接的這麼緊密，幾乎沒有給外部勢力留出介入的機會。你看，可見雙方推進合作的決心和緊迫性。那7月15號到17號的這個訪問成果很豐富啊。中方高層呢在平壤會見了朝鮮的最高領導人，並且和朴泰成總理一起參加了條約簽訂65周年的紀念招待會。在此期間呢，雙方就加強各個領域的合作，達成了一些新的共識。經過這3輪的互動之後，中朝關係已經不再像前幾年那樣停滯不前了，由原來以這個地緣戰略為主的一堆互動，轉變為人文、經濟、民生等多個領域的深度交流的新階段。那本輪的互動的最大亮點是什麼呢？就是紅色革命文化成為了中朝關係的新支點。中國呢第一次提出要利用兩國共同的紅色記憶和革命資源來挖掘志願軍的紀念設施、中朝友誼塔等等紅色載體的價值。雙方就今後利用好這些紅色資源，開展革命傳統教育、青少年德育教育達成了一致意見，並且呢要重點推進青年研學、紀念參訪文藝合作等等新的交流方式。雙方呢下這步棋的時候都很清楚，對於朝鮮而言，紅色文化合作既可以團結內部的力量，加強革命傳統的教育，也可以向外界發出明確的外交信號，從而鞏固中朝之間的傳統友誼。對我國而言，使得青年一代呢親身感受抗美援朝的歷史，培養深厚的愛國情感，就是愛國主義教育的一個重要部分。而且呢，以這種共同的歷史記憶為基礎的交流，要比單純的政治往來更加的溫暖持久，並且呢，可以真正的打牢兩國人民之間的民誼基礎。除了紅色文化之外，此次訪問呢還有一處值得品味的地方。中國黨政代表团呢在訪問朝鮮的時候，特意到元山葛麻海岸旅遊區參觀，並且呢有朝鮮方面的這個高層人員呢全程陪同，其中含義很深吶。元山葛麻海岸旅遊區呢是朝鮮重點建設的一個項目，預計呢是在25年的6月竣工，總建築面積呢約為28萬平方米，其中呢沙灘面積為4萬平方米左右，可以容納近2萬的遊客住宿度假，配套設施齊全，包括了度假屋海邊栈道、大型酒店、醫療急救站等等。那麼朝鮮最高領導人呢最近多次來到此地現場辦公，對於該項目呢非常重視。這次專門安排中國代表团呢前往考察，並且呢由高層全程的陪同講解。那實際上就是向中方展示朝鮮的旅遊的這種接待能力，為以後中朝旅遊合作、中國遊客到朝鮮旅遊來做鋪墊。那相當於一次這種高規格的實地推薦。那告訴中方說我們已經做好了接待中國遊客的準備。目前呢，朝鮮還沒有完全對中國的遊客開放赴朝旅遊，但是各種跡象都表明重啟即將來臨。那麼今年以來呢，中朝之間的海陸空交通已經全部恢復，
火車航班也陸續復航復運，加上這1個月來的高层頻繁的互動，旅遊合作呢作為民生領域的重要的抓手，自然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那更值得重视的是呢，以後去朝鮮旅游不会只是单一的城市觀光和自然的景觀旅遊，而且呢還包括了像紅色的研學呀、這個英烈的拜謁呀、邊境紀念呀、滨海休閒呀等等多方面內容。紅色教育加旅游度假，你看就是這樣的一種組合拳。那這樣的模式呢，對雙方都好。对朝鮮而言，既可以得到穩定的外匯收入，又可以增进两國民間的感情。对中國游客呢，特別是年輕人而言，能夠親身的體驗到抗美援朝的歷史，比書本上的知識更有震撼力啊。當然，旅遊重啟大概率會是逐步進行的，先從這種規模小的可控的小團體遊來做試點，然後呢慢慢的擴大範圍。朝鮮對外來的游客的管理呢一向比較謹慎，並不會突然間就全部放開，但是方向已經很明確了。隨着两國呢各個領域的合作不斷加深，民間交流的大門只會是越來越大。總的來說吧，這次的密集的互動表明，中朝關係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由原來的戰略安全夥伴發展成為全面多領域的好友合作關係。紅色文化搭台，民生經濟唱戲這樣合作模式有歷史基礎，也有現實需求，走得會更穩更遠。人文交流、經貿合作相繼展開之後呢，中朝傳統的友誼也會重新的煥發生機。好了，感謝收看今天的谢飞观察，我們下期節目再見。